美国斥资11亿美元采购雷神公司 AIM-120D 先进中程空导弹。请注意，这批导弹并不是美国空军的补给，而是北约军援 F-16的配套弹药。经美国国防部批准，美国正式援助乌克兰 AIM-120D 型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。熟悉这型导弹的人一定明白 F-16 搭配它的后果会是什么。战机的空中格斗 AIM-120D 堪称一把利器，敌机一旦被锁定，绝无摆脱的可能。乌克兰的边境线以内将彻底成为禁区，俄军的大麻烦真的来了。AIM-120空导弹单枚价格约100万美元，11亿美元一次性采购1100枚，这在美军的采购记录中都是罕见的。2019年，雷神公司依照合同生产第33批次的 AIM-120空对空导弹，总价值为7.68亿美元。要知道，这一批次面对的并非单一客户，而是包含美军在内以及23个海外采购国。AIM-120D 是美军的现役主力。F-22和 F-35这类隐身机也挂载该型导弹。从以上特征来看，美国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。北约军援的第一架 F-16已经进入了乌克兰，但不会飞到战场。现代战争并不是把飞机开到天空就一定能发挥战斗力，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后勤系统来支持。美制现役战机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技术过于先进，维护成本自然也就高居不下。所以，第一架 F-16所充当的其实是培训乌克兰本土后勤以及整体机务，这些都至关重要。乌克兰人需要在大批 F-16到来前，提前打造出一套合格的后勤维护体系，包括地下机库的翻新与修建等等。对目前的俄罗斯军队而言，整个乌克兰其实都在打击范围之内。乌克兰现有的战机编队，比如苏25、苏27、米格29以及米8直升机全算上，也不超过50架。但北约援助的 F-16打底就在100架以上，那么这就需要乌克兰重建甚至是新增后勤系统。我们把目光回到 AIM-120身上，这一次军援乌克兰的导弹为最新版，本次的 AIM-120D 属于第4代空导弹，拥有全向攻击、全天候使用、发射后不管的特性。包括美军在内的37个国家和地区，目前有上万枚不同型号的 AIM-120导弹正在服役。发射平台为 F-15、F-16、FA-18、F-22、海风、鹰狮等战机。相较其他型号，地形导弹的主要更新如下：使用双向资料链，加装 GPS 导航，提升导航精度；使用视形前端天线，扩展无逃脱猎杀区范围，强化大角度离轴攻击能力，有效射程提高 50%， 最大射程达160千米，强化电子反制性能，选效干扰反击模组等等。6马赫的最高飞行速度让 AIM-120D 的近端不可逃逸区扩大至100公里左右， GPS 辅助惯导，双向数据链，增大离轴发射角，改进制导软件，改善运动学性能，扩大不可逃逸区，射程提高 50%， 以及提高抗电子干扰能力。这些升级进一步提高了导弹的精度、射程、杀伤力和生存能力。最初 AIM-120D 首先装备为美国海军的 FA-18EF 战机，随后装备 F-15、F-16。随着 F-22和 F-35隐形战斗的匹配，隐身的杀手拿着锋利长矛，最强5代机杀手就此诞生。正如我们节目开始时评价的那样，敌机一旦被锁定，绝无摆脱的可能。160公里的射程，锁定后几乎100%摧毁的特性，飞行员完全可以在视距之外，依靠电子设备锁定并发射导弹，将敌机摧毁。也就是说，哪怕乌克兰的飞行员驾驶技术不足，也大概率不会出现战机狗斗了。虽然俄罗斯有 R77中远程空导弹，这些导弹和 AIM-120的射程不相上下。乌克兰空军也曾直言，俄军的苏35对乌军老旧的米格29、苏27具备极强的远距离攻击优势，但俄罗斯战机比西方战机缺的是预警机的协同作战，当然这也是乌克兰目前欠缺的。俄罗斯一再强调自家战机具有极强的格斗能力，而西方在战机的发展上一直避免出现近距离格斗，强调视距外击落，这一差异特别明显。在这里咱们聊一个题外话，也是美苏的区别。美国民航客机的飞行员一直以来都以飞行数据参数为导向，严格执行飞行守则，但俄罗斯飞行员则以大胆著称。同样的天气条件，美国飞行员选择遵守数据指示，将风险降到最低，而俄罗斯飞行员很多时候都是一脚油门，完全不顾机舱乘客的惊声尖叫。
这些并不是在说某一方是好是坏，而是阐述两个国家之间不同的风格。正是这种完全差异的风格，造就了两个军事大国完全不同的战争体系、战略体系等等。战机也是一样。2020年3月，叙利亚冲突，土耳其的预警机在锁定叙利亚2架苏24号，先向土耳其 F-16战机传输目标，紧接着 F-16向其发射2枚 AM-120C7 型空空导弹。结果是2架俄式战机还没有发现敌机就惨遭摧毁。不得不提的是，土耳其的 F-16应该算是 F-16家族中的爷爷辈。正所谓老歌新调，爷爷辈的 F-16运用的却是北约现代空战的模式，整体打法和俄军单方面宣传的战机性能、近距格斗都截然不同。不可否认，俄军战机在上个时代拥有着非常优秀的近距离格斗能力，各种炫技、各种高难度动作集于一身。如今的苏35仍然延续着这种风格。但是现代战机如果还在强调近距格斗，那就如同草原游牧民族面对手持自动步枪的现代步兵，还在宣称自己的弓箭铁骑天下无敌。2021年埃及用阵风和苏35演习时，苏35雷达还没有发现对方就被阵风锁定，基本上算是宣告了死亡。这只是演习，实战只会比演习更加残酷。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，埃及彻底将苏35关在了空军装备之外。1991年，美军开始装备第一代 AIM-120A 型中距空空导弹。1992年12月 ，AIM-120A 击落一架伊拉克米格25超音速截击机，首开纪录，从此称霸一时的麻雀导弹退居二线，轰战也随即进入中距时代。1999年，南联盟战争 ，AIM-120击落6架米格29型战机。总战绩击落1架米格25、7架米格29和1架海鸥轻型攻击机。从此以后，发射后不管的中距空空导弹在现代局部战争中的作用逐渐显著。2019年印巴空战，巴基斯坦空军表示 ，F-16战机发射4枚 AIM-120，其中2枚击中苏30，1枚击中米格21战机。另一枚虽说没有击中目标，但原因也让美国非常欣慰，这枚导弹的目标提前坠毁。在飞完射程后，导弹只能启动自毁程序。如果所有的 F-16以及 AIM-120D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全部抵达乌克兰，那么对俄罗斯军队来说，或许真的是一种生与死的考验。目前最有利于俄军的就是时间，乌克兰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培训飞行员，后勤机组人员也要对 F-16的零部件维修全面掌握。同时，飞行员不仅要学习 F-16的驾驶技术，还要融入北约的情报通讯体系。北约的卫星情报网络、预警通讯系统也很可能会全面接入乌克兰空军，少则1个月，多则半年，甚至更久。在这段时间，乌克兰既要保持现有的防御力度，又要抽出定量的人员培训，防守空当一定会有所暴露。能不能有效利用乌克兰的成长期，对其机库以及后勤补给线进行打击，将是俄罗斯能否在制空权上取得优势的关键。否则，一旦乌克兰飞行员驾驶 F-16接入盘旋在黑海的美国预警系统，那么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制空权将会不复存在。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，北约对俄罗斯所有机场都在实施24小时监控，俄军飞机只要从机场起飞，基辅立刻就会拉响防空警报，同时挂载 AIM-120D 的 F-16也会升空迎战。这个局面对俄军是非常不利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北约预警机还会对俄罗斯战机进行跟踪，并给 F-16的 AIM-120提供中继制导，引导导弹攻击俄军战机，从而实现超视距作战。F-16完全就是一个发射平台，真正的打击则由北约的数据链系统和 AIM-120导弹配合完成。正如乌克兰的米格29战斗机被北约升级改造后，也只是一个可以发射哈姆反辐射导弹的平台，而这也是北约系统的厉害之处。在北约数据链系统和导弹的配合下，俄军战斗机要面对的不是跟俄制战斗机狗斗的 F-16，而是位于160公里以外发射 AIM-120的 F-16发射平台。在上世纪90年代 ，AIM-120空空导弹就被投入实战，它的综合命中率高达77%。当时美军打的是伊拉克、塞尔维亚这类中小强国，很多人觉得伊拉克、塞尔维亚太弱 ，AIM-120取得的战绩过于浮夸。这一次面对的可是俄罗斯的空间军，这很可能是人类史上第一场针尖对麦芒的大规模超视距空战。单论战斗素质，不谈数量，出身于苏联红军的乌克兰军队应该不弱于俄罗斯。在后苏联红军时代，俄乌两军中都有许多高级将领曾在苏联红军服役。
乌克兰一方目前在军事上基本实现了全面北约化、信息化、现代化。在 F-16抵达乌克兰后，不一定会立即逆转俄乌战局，但会进一步缩小俄乌两军的硬实力差距。那么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 F-16战机进入乌克兰一定会扭转战局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特别是荷兰、丹麦和挪威援助的71架 F-16战机全部到位之后，目前乌军有10架经过改装的苏24战斗轰炸机，可以发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袭击俄罗斯纵深目标。从连续几个月的战绩来看，俄军并没有击落任何一架苏24。波兰援助乌克兰的10架升级版米格29，经过6个月的作战，俄军也没有消灭这批米格战机，反而现在这批米格29再度升级，可以发射哈姆反辐射导弹以及 JDAM 精确制导炸弹，仍然还在频繁起降。俄乌开战近500天，俄军导弹和空军很少攻击乌军机场，这就证明乌军对乌克兰空域的压制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严重。乌克兰在重要机场附近部署有防空导弹系统，战机也一直处于游击战状态，在各个机场之间转移，顺送到波兰和罗马尼亚机场维护保养。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，是因为目前俄乌双方都没能在乌克兰领空占到绝对优势。在制空权拉锯战中，当乌军的 F-16战机达到10架规模，装备射程160公里的 AM-120D 空对空导弹时，乌空军对俄空军战机的拦截能力将会大幅度增长。到那时，俄罗斯轰炸机和战机再想轰炸乌军机场，难度会比之前成倍增加。这批 F-16大概率会被部署在乌克兰西部地区，利用边境密集飞行的北约预警机、电子战飞机和无人机获得预警和攻情。客观来说，击落几架 F-16战机难度不大，俄军苏57隐身战机、S-400防空导弹都不是摆设。但是想消灭71架 F-16，取得乌克兰上空的完全制空权，基本上只能存在于模拟演练了。仅仅是防守端装备 AM-120D 先进中程空空导弹的 F-16，就能为乌克兰带来领空的捷径。那么接下来的蝴蝶效应就清晰可见了。失去乌克兰控制的俄罗斯军队，要么退兵，要么开启大规模空战，打掉这批 F-16。至于结果到底如何，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。火力军认为，只要这批战机和 AM-120D 就位，战争很可能就会像军事专家推测的那样，在2023年底正式结束。大家也可以把自己认为最可能出现的结果留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讨论。